100斤就算胖了，165以上90斤刚好。黑一点不好看，都说了黑。 And some celebrities of color appearing to have lighter skin over time. 对幼态的追求其实是默认了一种社会规则，男强女弱。Younger women are widely thought of as being able to satisfy a man's S3X desires better than older women. Some even criticize Liz for not knowing how to manage her body, though maintaining good shape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the idol job. 更不要去提少女孕照这种傻逼营销，一个女性连怀孕都要打上少女的标签，究竟是什么卷法？ Hello， 大家，今天我是一个素颜的状态，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带，就什么都没有擦，然后可以看到我的痘印、痘痘，我的两边不均匀的眼睛，我嘴唇也是两边不均匀，然后我有 braces， 我有戴牙套，我的鼻子也是一点 lopsided。 我的脸也是不匀称的。为什么？其实我要跟你们讲这些，是因为今天我要做的一个话题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还有我们这里 East Asia 这里的审美很累人。Okay, this video is inspired by a video I saw recently. But 我要做一个华语的版本 ，so that 我的马来西亚观众可以更明白、更深入的了解关于这个审美是多么的累人。 所以，什么是审美？审美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人与世界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审美也就有审有美，在这个词组中，审成为一个动词，它表示一定有人在审，同时也一定有可供人审的美。审美也称之于美学，也就是 aesthetics， 就是一个人怎样看待一个人到底美不美这个样的一种形式，就是审美。其实从我们一出生，我们就被灌输审美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芭比娃娃，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 Disney movies， 我们从小迪士尼电影里面所展现的美的人，都是有白皙的皮肤、高挑的鼻子、大大的眼睛，还有苗条的身材这样的东西。然后丑，也就是那个 villain，are often portrayed as 通常有大大的鼻子，就那种比较 crooked 的鼻子，然后他们皮肤是粗糙的。我们从小就一直被灌输这种审美，几时才开始出现这种审美的问题呢？其实从我们很久以前，公元前开始就已经有了，像我们古代的4大美女，西施啊、王昭君啊、貂蝉啊，还有杨贵妃，她们都是被歌颂的人物。 还有被我们赞扬她的美貌，然后我们一直都是被教，他们被王族所喜爱啊，然后被很多人喜爱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美是很重要的，我们一直就觉得美是所有，美可以改变你的一生。虽然这些审美很极端，但是我们其实不一定要被这些审美所束缚，因为我们人人都是冠军。就像这个 Realme 的 C55手机，我很喜欢这个 Realme C55手机的这个背面，它很好看，在太阳底下真的很美，就像那种 bling bling 的太阳雨。还有这个背面非常有质感。这款新推出的 Realme C55手机可以说是 Android 里面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就是因为它意外的是它比同价的手机的性价比高。 还有质量更好，所以称得上是冠军手机。尤其是这个64MP 的影像技术，由 GT 系列旗舰级的摄影技术下放在这次的新款手机中，绝对称得上是一种自我超越，而且拍出来也很好看。加上还有256GB 的储存空间，还有8GB 加8GB 的运行内存，也就是 RAM up to 16GB， 很大耶！因为平时这种价位只能买到128GB 这样子的。还有，如果你买苹果的话，经常要删照片，真的很烦。这种手机就非常适合我这种每天要天天拍照，然后 天天臭美的人，还有要天天拍影片 ，as I am a vlogger， 而且拍出来很好看。看啊，我现在 ，Hello， 看我的新手机，然后这是我的 setup， 很烂一下，因为我没有什么 high budget。
它不会卡机，更不需要买高云端，内存自己本身就可以装高达5万多张照片，所以我录 vlog 的时候也不需要每天一直 delete 照片 delete apps， 真的很烦。这个能安心的拍完你的 vlog。其实我最喜欢，我觉得最给的方式是他们的灵动岛设计。这个 Realme C55手机是第一个在安卓里面可以用到灵动岛的这个功能。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1000元内的手机都能做到这样子这样给的功能。它是在充电的时候会展示这个灵动岛，它会展示电量以及充电状态，而且充电30分钟就能达到50% 的电量。Realme C55手机真是打破我对1000元手机的理解，还有证明了我们不需要买昂贵的手机才能拍出美的照片。正如我自己，我不需要用什么外在的审美去束缚我对我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们默默的努力，就可以成为自己心中的冠军。现在只需要699就能入手，也真的很便宜，很适合比较负担不起昂贵手机的中学生还有大学生，比如我。现在可以趁线下的闪销活动去了解，我会放兴趣和链接在影片的资讯栏那边，你可以点链接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哦。但是美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定义，像我们东亚这里，我们的美是白皙的皮肤，然后 high nose bridge， 大大眼睛呀，那种像 Disney princesses， 也就是因为 imperialism 而造成的，因为我们以前被英国所占领嘛，所以我们就比较仰慕这种 western 的样子。In the West, ironically，他们现在的审美是 slim thick， 也就是有肉但是还是有身材，然后 tan skin，which is so ironic because 跟我们是完全倒反的，而我们是喜欢他们的长相 ，and then 他们是不喜欢他们自己的长相，所以审美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你可能在这里觉得自己不美，但是你可能在别的国家反而会觉得自己很美。像日本啊，也是有不同的审美，他们喜欢 crooked teeth， 而我现在在戴着 braces， so obviously 我们这里不是很喜欢 crooked teeth。然后其实往往审美是因为 consumerism， 也就是商业化而演变过来的。像你不会觉得突然间很多人很喜欢 BM 女孩这个风格吗？是因为商业化，然后广告啊那些间接的改变我们对美的定义。8年，为了继续输出主流审美，广告商开始全新的探索之路。当广告商将女性需求拆解成一个个细分需求，他们发现年轻、白皙、高挑是每个时代女性都脱不开的。如同老人怕死，小孩怕笨，男人怕软，怕自己不再白又瘦，成功打到了女性的痛点。但是问题就出现在病态审美。病态审美就是因为审美而让我们去做出一些很有病的东西。其中最大的影响者的 influencers 是明星，然后如果你看一下中国的明星，差不多可以讲是每一个都是白又瘦。你看一下这些 pictures， 然后我相信你们也听过明星为了减肥是多苛刻吧 ，like IU diet，and 我相信很多中国明星都是很 pressured to do diets。我如果看小红书啊，然后他们明星讲关于他讲减肥，然后下面的 comments 都是哇很有毅力，哇很好，但是往往这些减肥方式都是很不健康的。我们来讲讲几个病态审美的例子吧。第一个就是白又瘦。其实白又瘦的崛起是因为明星还有现在近20世纪的 media 所造成的，就是偶像团体像 K-pop 间接性的给我们带来这种白又瘦的审美，也是因为 men 就是男人的审美观都是比较喜欢白又瘦，而且 this is very apparent。男性凝视下的一种审美，人对于比自己弱的弱势方，就是会更有一种掌控感，一种征服欲。而白瘦幼呢，就正中了他们的下怀。他们会叫不够瘦的女生是肥婆，不够白的女生是黑猪，不够幼的女生叫老女人。给你们一个小小的例子啊 ，it's more personal。我的长相比较属于比较可以讲比较姐姐啦，我没有讲非常的白又瘦。首先我不是很白，因为我不白。And secondly， 我不是长得很幼，我的样子是比较属于比较偏姐姐一点，不是那种妹妹长相。不懂你对瘦的定义是什么？我没有讲特别瘦，因为我是算 slim 啦，我没有
瘦 ，OK。I was not very popular among the boys。我在我以前中学啊，我不是在男生里面特别受欢迎，可以讲不是很受欢迎啊，可以讲不受欢迎 ，OK。I don't know it's because of my 性格 or what, but the more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t may be because 我不是很 fit 他们的 beauty standards， 也就是白又瘦。But it's definitely a 趋势 and it's definitely a 审美 that boys or men invented or created. We as females a lot of times need to adhere to this beauty standard. And 其实是蛮 true 的啦，因为如果讲我学校以前的话，我学校应该是一个 perfect example 啦。我学校是比较predominantly Chinese people， 我们这里比较受欢迎的女生，男生是看长相啦 ，OK， 比较多人喜欢的女生都是比较白又瘦的。然后第二种问题就是 colorism， 我们有一个成语在华语就是一白遮三丑。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还有很多的家长都蛮提倡的一种审美。我相信如果你是华人或者印度人、马来人都有吧，小时候就被教我们不要黑，我们很喜欢白，我们要美白，我们要努力保持我们白皙的皮肤，我们不要去晒黑。就讲我们这里华人是很不喜欢黑，大部分马来西亚人都是喜欢白的啦 ，OK。And 我没有讲我自己没有被这种审美所影响，我肯定有。我不是出生就黑，我是很容易晒黑，就是我一晒太阳一下子我就黑了。你可以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都是比较黑的，因为我没有擦防晒嘛。所以其实可以讲我从小到大我的 biggest insecurity 是我的皮肤，Yeah。然后，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在东亚国家，其实有很多 advertisements 是 about 美白。These standards still exist in more subtle messages like who is considered the most beautiful, and some celebrities of color appearing to have lighter skin over time. Well, I don't know who did these K-pop idols' makeup, but they need to sue and get some money. It happens when you're lighter, yeah, people treat you differently. 我们一直都是被媒体所影响，还有我们的父母，还有老的一辈。like 你去亲戚家，可能第一件事他会讲，哦，你好像变黑了，哦，你长胖了。然后在学校 ，I am constantly reminded that I am tan, whether it is unintentionally or as a joke or I don't know what their intention is, but 我肯定是有被伤害，我肯定是有感到很伤心。然后我其实又不能做什么，因为我自己有参加那种田径啊，我也去参加比赛，都是要在户外的那种。然后我也不能做什么 ，like what can I do? And what's the point of you telling me that? 我在学校连我老师都有讲，你懂吗？ like 而且是整班里面对我一个人讲到，可能他是想开玩笑，还是他只是讲到啊？但是。所以我很讨厌这个白又瘦的这种审美东西。可能你会讲，哦 ，because you don't fit into it, so you hate it. Yeah, maybe. 没有讲太多关于白的啦，因为我很 embrace。我们现在要讲关于 you， 也就是a youthful looking face, but 很 apparent， 也是我刚才讲的例子，就我学校比较受欢迎都是那种长得比较像小妹妹的，还有我觉得男性都是比较喜欢那种长得像小妹妹，因为。 这代表他们的青春永久嘛，就代表他们不会变老，幼小版。然后我相信你们也是听过很多例子的 ，older celebrities date younger celebrities。You 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人，尤其是现在的风潮啦，很多人很喜欢买童装，还有很多。 衣服现在流行的衣服都是那种你以前小孩子的时候会穿的那种衣服，那种都是一种 fetishization of young people. Winning younger partners, especially in S3XX, older men feel reassured that they are still desirable and can still enjoy the same things they could when they were younger. 更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这些所谓的纯欲照都是把女性往低幼方面去引导。你敢说沾满奶油的脸和抬起的脚底板不是在模仿儿童吗？更不要去提少女孕照中傻逼营销，一个女性连怀孕都要打上少女的标签，究竟是什么卷法 ？And then 瘦的话就是瘦了 ，OK。
瘦我也是有很多经历，我自己得过厌食症，还有我自己为了瘦做出很多很猖狂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很多，还有我们 East Asia 里面呢，很多都有 eating disorder but goes unnoticed， 就是没有人去管它，就很多 eating disorder 都是被歌颂，都是被 romanticize， 都是觉得是一件好事，你减肥是一件好事，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好，因为是一个很 toxic 的 mindset，and 它会 infiltrate 你整个 brain。and 你会很不开心 and more things and 对你身体不好。 근데 나도 연습생 때 일주일 만에 7kg를 그러니까 무조건 빼야 된대. 빼야 그 쇼케이스를 쓸 수 있대. 날짜가 있었어. 그 날짜가 있었는데 그 날짜까지 진짜 안 먹고 아무것도 안 먹고 일주일 동안 아예 안 먹었어. 진짜 아무것도? 얼음 하나 이런 거. 진짜 얼음 하나. 근데 이거 먹어도 진짜 살찔 것 같은 거야. 진짜 침대에 누워 있는 이렇게 침대에 있고 자려고 하잖아. 뭔가 못 일어날 것 같아서 무서워서 눈물이 나는 거야. 일단 빼라고 한 거야. 근데 회사에서 일주일 안에? 일단 빼야 된다고. 일단 이 숫자로 해라. 그래가지고 너무 근데 심했어요. 진짜 연습생 때 진짜. 다 놀릴 정도로 내가 너무 빠져서 아니 입술도 타고 진짜 죽어가고 있는 거야. 진짜 나 진짜 자다가 일어날 수 있을까 이 걱정이 많이 되는 거야. Oh my god， 最令人讨厌的是如果一个明星一旦变肥啊，一旦就肥那么一点，他就会被讨厌，他就会被 bash， 很多人不喜欢，然后小红书很多那些人都会批评别人的身材。What can we do about it？ 我们 obviously 不能改变所有人的想法，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怎样运作，这个世界该怎样判断审美。但是其实审美真的是应该是要多元的。What is the point of having one 审美？这样不是全部人都长得像一模一样？这样 What's the point？ 这样哪里有美这个定义啊？全部人都长得一样，哪里有美这个定义？我们女性的审美尤其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是白又瘦的人都是美，皮肤黑一点的人也是美，长得比较凶的人，比较有辨识度的人也是美，丰腴的身材也是美，健康的身材也是美，健壮的身材也是美。我们人生出来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我们要被一种审美所束缚？我们可以美得多姿多彩，我们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美，我们可以寻找自己的风格，我们不一定要被白又瘦，不一定要被统一的审美，不一定要因为别人自己对审美的定义所束缚。因为其实这种审美真的是让我很堵然啊 ，OK， 很 enraging，OK。我从小其实是一个很 insecure 的人，我从以前10岁开始都懂有双眼皮这个东西。我以前这里是一个双眼皮，这里是一个单眼皮，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去努力挤出这样子弄我的双眼皮，然后它有一天真的出来了，然后那一刻我是很开心的。但是我现在想回去啊，我真是很容易被其他人的对我的观念、对审美，我很喜欢去迎合这样的东西。也就因为这样子，我得上厌食症，就像那种明星、那种 influencer， 我看到他们瘦，然后他们就被很多人喜欢，然后我就对自己的身材很严苛。我就想，为什么没有那种32 inch 的 waist？ 为什么我没有那种低下的腿？为什么我没有我向往的这种大众觉得美的东西？然后我就努力去追求，而去危害了自己的身体，而去伤害了自己。我可能以后不会这样瘦了，我都不管了，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很美了。I am enough and you are enough too。 所以其实以前的我，如果我收到一些 malicious comments about my body， 这样越来越肥啊，这么一点这样肿那种东西，我以前会被 affected， 我会想做出很多的改变，我会努力的改变，为了迎合别人，为了证明给他人看我自己可以做到。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如果我下定决心想做这个东西，我一定会做到底的那种人。现在的我，如果我收到这种 comments 的话，我没有讲我不会就完全不会被 affected， 吧，我可以讲我是很少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已经很美。